遗迹启动，遗迹启动，遗迹启动。石章和遗迹一直是好搭档。从蓝的对话中，我们得知了石章可以与遗迹的装置产生共鸣，从而启动。石章与这个装置产生了共鸣，这也是我们能够平复时空扭曲、建立天门网来维拉与九域的原因。现如今，南鹰的石章同样与遗迹的装置产生了共鸣。那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继坎州大饼后，九域第一反派南鹰也华丽登场了。在之前的版本 PV 中，小峰解读了爆料诗的前4句，即灵情难消余音绝，九月双影渡玄渊，一掷孤注赴敖关，无有共饮千金酿。这次的角色 PV 显然是接着版本 PV 的后续，于是便有了诗的后2句：一心难求旧愁思，凌雨舞落花已残。好了，现在让我们从头看起吧。PV 一开始给我们详细的展示了充满特殊慧明能量的玉卵，周边还有着连接装置的电缆状物体。从整体的环境来看，这里是处密闭的场所，建筑的风格也很像古遗迹，但是房间内却游荡着不明生物。南鹰一行人被堵在了房间里面，就连有老毛病的骆大人都加入到了战斗中。经过放大画面，能发现他的武器真的是一根拐杖，能利用拐杖就敲死慧明。镇宫之主果然恐怖如斯。不过我更好奇未知生物后面的红光幕墙是什么。为了方便小伙伴理解这里的剧情，小峰粗略地画了个室内平面图。现在骆大人就是站在这里，他面对的方向正是唯一的出口，也就是红色的幕墙。这一点从版本 PV 中可以看出来。PV 里能看到有通道连往玉卵的房间，放大画面就会发现房间中的玉卵和上空的电缆，说明进入的洞口对应的正是这里的出口。只是现在出口被蒙上了一层粉红的护罩。目前护罩的形成有着2个猜测，第一个是南鹰等人布下的结界，外面是追击而来的慧明，他们不得不制造结界用来防守慧明。但是房间内的未知生物显然不会被结界所阻挡，因为他们的出现导致人员大面积死亡。不过这个推测并不靠谱，在前瞻直播中，木木和芝芝曾经提到过慧明是非常讨厌这里的，慧明不大可能追进遗迹里，所以就有了第2个猜测。这里的粉红屏障确实是结界，但却是遗迹自带的安保系统。这些不明生物正是此处的保护措施。南鹰等人在踏过鳌门关前往虚郡遗迹的途中，遭遇了慧明的袭击，一路逃到了遗迹内。等他们进入遗迹，突然发现慧明不再追击，于是就开始探索遗迹，并发现了玉卵房间的存在，但是也意外触发了安保装置，出口被屏障封住了。未知生物开始苏醒，并袭击南鹰一行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继续往下看。终于击败了未知生物，只是幸存者只有2人，南鹰与骆大人。但是出口的屏障并没有解除，他们依旧被困在里面。南鹰搀扶着骆大人找个地方休息。注意这里的金字塔物体，后面要考的。从接下来的侧面图能很清楚地看到骆大人、南鹰、金字塔与玉卵的位置，但是这个构图却是不对的。如果仅仅是南鹰搀扶骆大人去金字塔旁休息，他们是从出口向里走，那么他们的相对位置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在骆大人却在金字塔的另一侧，任何不合常理都可能是谜团所在。这里产生谜团的原因是因为 PV 省略掉了其中关键的内容。骆大人并没有直接去休息，而是与南鹰一起先去看了玉卵，在看完了玉卵的使用说明后，才让南鹰搀扶着自己去金字塔旁休息，这样构图的位置就对得上了。开始休息后，骆大人开始将自己的遗志托付给南鹰。从骆大人的口中得知，九域当时的情况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糟，犹如覆巢之卵，这是有点意思的。说明在南鹰黑化的这段时间，慧明的危害非但没有扩大，反而小了不少。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骆大人冒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他想让南鹰去吸收玉卵中的能量。那玉卵中的能量，或许便是唯一的变数了。从这句话和他们的表现，我们就能看出，无论是南鹰还是骆大人，都已经知晓了玉卵的由来。这也证明了小峰之前对金字塔的解读是正确的。提出想法之前，2人都已经了解了玉卵的来历。南鹰听后是拒绝的，他已经读过使用说明书了，知道融合意味着什么。骆大人开始施展正派大佬的秘技，说服嘴炮。死枯荣，终有命数。生死枯荣，终有命数。骆大人的说法与九域前导 PV 中南鹰说的词是不谋而合的。朽木生花，腐草为萤，死生幻灭，因果成名。
匡衡，去似朝露，森罗有序，万象归明。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建议开个辅导班让刘火学习一下。随后更是把面具交给了南英。我寻思骆大人一没毁容，二没眼病，他戴个面具干啥？莫非面具是传承信物？玉先生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输掉了师门之战。继承老师遗志的南英开始走向玉卵，并召唤出自己的时章。注意看，此时的时章还清晰地刻着12地支，但是在镇州的时候却已经变成了全黑色。这也是惠明化的影响吗？随着时章的出现，遗迹装置开始产生了共鸣，能明显看到灯亮了。玉卵内的惠明力量喷薄而出，四处扩散，很快就钻进了倒地的未知生物体内。注意看，这只未知生物的眼睛在力量出现前是红色的，力量复生后就变为了紫色。为什么小峰一直称呼它为未知生物而不是惠明呢？从这个画面能很清晰地看到它的构造，肢体更像是机械生物而非惠明体。也是因此，小峰才会认为他们是安保装置，而不是追杀而来的惠明。不过，他们与惠明也是有关系的。注意看以下的画面，可以发现周围这些蛋状物并不是死物，而是真的在活动。未知生物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孵化出来的。随着玉卵类的能量肆虐，周边复苏的未知生物越来越多，只是他们已经不再攻击南英，而是守护着南英的转换。接受改造的南英想起了老师骆大人。师姐玉先生与挚友林寒不禁流出了眼泪。这里对应的就是一心难求旧愁思，这里的愁指的便是骆大人之死，同时也是九玉与惠明之间的仇。南英至始至终都是仇恨惠明的，但是他却不得不接受这股力量，不然他连这处房间都出不去。终于当他改造完出关了，触手生物皆都俯首称臣，只是金字塔边依靠着的骆大人却不见了。官方要不要交代一下？南英取过地上的面具，这时候却响起了以下声音：莫非骆大人还活着吗？这篇 PV 很容易让人一头雾水。那我们就先从遗迹的功能说起吧。目前幻塔里出现的所有遗迹都是由古文明修建的，这里同样也是如此。已知的古文明遗迹有2类，一类是展示、记录、调整时空多种能力并存，代表例子是风鸣岛的遗迹，也是通过它改变了时空扭曲才得以来到九域。另一类是封印功能，九域四周的玄域遗迹都是此项功能，里面关押着高级惠明。那这里的虚郡遗迹又是哪种功能呢？虽然没有关押高级惠明，却有着惊人的特殊能量存在。这里难道封印的会是朝母的力量吗？但如果真是这样，惠明最先袭击的地方就是这里。可是从前瞻直播来看，惠明不喜欢这里，还有林寒在龙剑阁的观测结果，虚郡遗迹的惠明活跃度低，这些都说明惠明是不喜欢这里的。同时，这也是南英等人前往遗迹要探查的真相，结果便是玉卵的存在。因此，小峰有一个大胆的猜想，这里是古文明用来研究惠明的实验室。古文明既然都可以封印惠明了，又怎么会不去研究他们呢？譬如维拉、于灵就提出了研究荆棘，也是希望有朝一日掌握领域的力量。除了他们这样的野心家，还有着追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研究学家。代表人物便是聆听者计划负责人雷比利亚博士和九域于恒斯的南英与烟淼。现在的人类都有这么多想要研究惠明的存在，那能与其抗衡的古文明研究进度就更要胜于人类了。为什么骆大人与南英都笃定了玉卵是希望呢？因为它正是古文明留下的实验成果，也正是知道这是古文明留下的力量，南英才敢去吸收它。也正是有了这种猜测，小峰才会认为未知生物是遗迹的安保措施，同样也是古文明对惠明的研究产物。那么吸收力量后的南英有没有被朝母控制呢？答案是否定的。朝母非但没有影响南英，南英还可以反过来去控制一些惠明。关于这一点，在支线剧情里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南英并没有被控制。那他为什么不选择公开真相呢？可以操控惠明的能力对人类来说是极大的助力。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某某博士了，同样有着操控惠明的力量，结果至今还未出现。可见操纵惠明的能力并不能够左右全局，而南英是要彻底解决惠明之祸，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路，直接与朝母战斗。在 PV 的结尾，南英望向的正是坎州方向，不出意外的话，那里便是朝母的所在。
这个圆环刚好也在明景的 PV 中出现过。如果说是在坎州，也不算牵强。不过最近爆料的坎州是个太空舱，让大家多少有点狐疑吧。那小峰就多说几句吧。有没有一种可能，太空船船舱和坎州同时都在呢？坎州是9域人类最初登陆的地点。现在虽然曝光了太空舱，但也不意味着坎州就没了。所以你准备好继续当吃豆人了吗？从目前的曝光内容来看，坎州会是周年庆的前一个版本，而太空舱将会成为周年庆的重头戏。从概念图来估算，这将是一次不亚于因纳斯的更新。不仅是地图的大小超模，就连探索方式与玩法也会超模。难怪官方藏着掖着那么久，一个太空舱船舱足以延续到 4.0 版本上线了。所以说，坎州与太空舱两者是可以兼得的。小峰在前瞻直播的时候曾开玩笑地说，莫不是最后要用星际轨道炮灭杀潮母？现在来看，确实有着这种可能。从南音目前的行动来看，高级慧明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想象。即使有着特殊力量加身的南音，对付起来都很吃力。现在9域的唯一底牌就是新的幻塔，但力量终归只是力量，还缺少释放力量的武器。在坎州做一个了断，或许是最好的选择。那南音就真的洗白了吗？让我们看看南音出场都做过什么。在黎州，他袭击玄域遗迹，第一次是在仙岛 PV， 第二次是在9域出剧情。在郑州，他依然袭击玄域遗迹，第一次是米米提到的雷暴，第二次是我们一起前往讨伐猎缺。在对州，他又一次袭击玄域遗迹，结果是在我们之前把段生打个半死，后来又取走了战利品荆棘。唯一一次不是以遗迹为目的的出现，就是冷泉亭与凌寒的见面。这里对应的是南曲未尽，心愿起。全诗共8句，目前的内容就已经对应了7句，最后一句或许就是说对州篇的结局了。因果相生，蝶中离，一切的起因都是玉卵的能量。从 PV 的 BOSS 画也能看出，南英可能已经压制不住这股力量了。慧明的力量终究是慧明的力量，就是不知道他会迎来什么结局了。关于太空舱船舱以及 4.0 内容，小峰想单独出一期聊一下，敬请期待吧。本期就到这里，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